长相思兮长相忆，短相思兮无穷期。早知如此绊人心，还不如当初不相识。小六子，这是当年你嫁给谭继然的时候写给小六子的词，还记得吗？你还活着？我是置于死地而后生的。夫爷，佟老爷，佟夫人，还我的女儿！把门打开。梅老九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我要带走我女儿。你凭什么呀？凭我这条老命，你们空口白牙、诬陷如意，害死了童耀东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女儿无端的去偿命，我要带走我女儿。九叔，你这样做毫无意义，我们不会放了如意的。你这样才是无端搭上自己的性命。为什么？我儿子无端的死在了这个女人的手上了。佟老爷，我打听过了，佟少爷的死跟我女儿无关呀。你话别说得太早，该来的人还没来，等三方到齐对峙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应该有几个人为我的儿子偿命了。九叔，老五，佟伯伯，似乎还少了一个。阿康呢？这件事跟阿康有什么关系？我是听说你通知警局要缉拿如意。怎么着？害怕了？你们是不是怕如意一旦被羁押，就会交代出你们所有的阴谋来？告诉你们啊，到时候一个都跑不了。后来，辗转流落到上海，像一只丧家之犬一样沿街乞讨。就在我身染重疾，眼看我要死地而回的时候，叶子的母亲救了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是上海滩黑帮总把头的女儿。她非但没嫌弃我，而且还嫁给了我。难怪我看了叶子，总觉得他眉宇之间有着那么一份熟悉。最遗憾的是，叶子5岁的那一天，他妈妈帮我挡了一颗子弹，结果我再一次活下来，他却走了。可在我心里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他，因为我心里始终惦记着另外一个女人，那就是你。对不起。你这声对不起啊，应该去给被你家扔进河里的那个小六子说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要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当年的决绝，要不然我娶不到叶子她母亲，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权势。这么说，我们谭家的情形，你都已经知道了。还记得几年前谭家那次危机吗？你就是那个及时出手相救叶老板。叶海山。为什么？因为谭景然，他娶了我曾经刻骨铭心爱过的女人，还因为我知道你过得不好，我曾经单纯的想象，或许我帮助谭景然，他会对你好一些。但是现在想来，我错了。那你重回乌巢镇，开了这家聚顺兴，又是为了什么？当然还是为了你啊！你的困境我能不知道吗？要不然今天你不会来找秋郎的。耀东的死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当然了，我理解，丧子之痛让你这儿有点刺激，所以才会信口胡说的。
你才信口胡说呢！不然你们怎么会为了这么一个丫头片子如此的仗义呢？难道仅仅因为谭明凯跟他的那点私情？我为明凯和如意做的一切，那不叫仗义，叫正义。哎呀，你在我面前也配谈正义呀？你早就觊觎着我们谭童两家了，想要趁虚而入。我早就看出了你的狼子野心。童老爷，你这么推断，也实在是太可笑了吧？我们来乌茶镇之前，根本就不认识童耀东，我们为什么要害他？你们害的是我们童家，耀东是你们最大的障碍。可惜呀，我儿子最大的错误，就是把谭明凯当成了朋友，殊不知，他正伙同他人设计好了圈套啊！童伯伯，您刚刚失去耀东，您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您不能因为这样，而要如意偿命，这样不公平的。那么你觉得怎么才叫公平呢？啊？我要带走如意。谭明凯，你一定要谭家在乌茶镇颜面扫地吗？我谭明凯绝不会因为所谓的谭童两家的颜面和家业，而葬送自己心爱女人的性命。你一定要带走如意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你等着。谭明凯就在外面，我要你亲口告诉他，你，如意，从来没有爱过谭明凯，你心甘情愿留在童家，替我哥照顾爹娘一辈子。思若，你别这样。我告诉你，我爹已经通知警局了，明天就来缉拿你归案。可是我没有杀人啊。谭明凯已经为你打伤我家门了，我爹已经认定，谭明凯和你串通一气，谋害童家。你想连累谭明凯吗？你非要为了你们的一己私欲，害得两家人反目成仇吗？你说，你到底肯不肯？思若，那我呢？我的爹呢？我的家，还有我的一生。如果你不肯说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思若，我真的不想伤害你。你不想伤害我，就照我说的做。你已经害死我哥了，还在乎多一条人命吗？我现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儿子和他爹一样，为了个采茶女着了魔。这些我都知道，我现在只问你啊，你到底是想让童家置如意于死地呢，还是想救如意？说实在的，我心里也没有主意。不救他，我怕明凯会为他豁出自己的性命。他为如意，他真的会豁出命哦。所以，我才来找邱老商量。他和局里那个张局长关系很好，实在不行，请张局长高抬贵手，只要让如意离开乌茶镇就行了。张局长那儿，我可以替你去说。你可以帮我，我求你了。我可以救如意一条命，但你可要想好了，把他给送走，你留得住你儿子吗？六爷，梅老九知道童家通知警局去抓人，已经冲到童家去抢人了。邱老哥和谭少爷都在。我们去童家。秀娟，你现在去童家干什么？啊？你是要站在哪一方？你是站在儿子那一方呢，还是站在童家那一方？你站在任何一方都会得罪对方的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
我还是要问你，你如果真的想救如意的话，那你心里要有准备，因为明凯迟早会把如意接进谭家。不，我绝不答应。我反悔了，我恨不得他马上消失。子娟，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，我先带你去一个地方，你就会明白，你最后逼死的会是你儿子。如意，慢。我和我的儿子阴阳两隔，你们父女两个怎么就可以这么轻易的团聚呢？既然大家都到了，那么我们就把所有的问题全部都翻出来，做一个了结。如意，你把你怎么勾结他们，设计我们童家害死耀东的事，全都讲出来。童老爷，我没和任何人有勾结啊。不可能，不然阿康怎么从耀东的身上拿走了那块玉佩呢？他们没有想到耀东没有死，所以你就嫁到了童家，害死了耀东。我们童家没有顶梁柱了，于是高秋郎后脚就入股了谭家的茶庄。这一切还不清楚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证据呢？证据就是如意。我不会放过这个女人的，除非她交代出来和你们之间的勾当。童老爷，我发誓，我和高老板还有谭少爷之间真的没有勾当。没有勾当，好啊，那你就等着坐大牢受大刑吧。童小姐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你就放了我家如意吧。童家的命，我愿意用我的命来还。要你的命有什么用啊？只要如意还活着，所有人都别想活好。你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入土大半截的人吧。谁可怜我们家耀东啊？童夫人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打要骂我，谭明凯受了，但是我请你放了如意吧。你做梦吧，谭明凯！他没有勾引我，是我爱上他。你爱他？你说，你爱他吗？说呀！我不爱谭少爷，我也不会离开童家。你们大家都听到了吧？这可是如意自己愿意留下来，她还是我们童家的人。我就不相信这个玉佩会不知所踪，我就不相信可以瞒天过海。我要把我儿子的死因查个水落石出。还记得这儿吗？记得啊。当年我们就在这儿山盟海誓，私定终身呢。你答应过我，要跟我远走高飞。我满怀的兴奋等着你来的时候，等来的却是你父亲派来的家丁，要把我扔进这湖里，置我于死地。当年我爹把我软禁了，等我逃出家门赶到这儿来的时候，你已经……那天晚上，我在这儿哭了一个晚上。事情告诉你啊，当我看到派来那些家丁他们狰狞的面目时候，我认为是你希望我死，你不想让我们俩之间的感情让别人知道，想让它永远石沉大海，所以我没有劳烦他们动手，我自己就跳进这湖里了。我答应过你，就算我死，我也会收了这份情。我做到了，可你呢？你没过多久就凤冠霞帔嫁给谭景元。我以为你死了，我别无选择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心里一直很痛苦，很愧疚。一到你走的那一天，我都会祭奠你。你能那么做，我很感念你。可是现在你对你儿子做了什么呢？
你逼着他去捅思若，而且还想把他心爱人置于死地。我要你放过你儿子。你逼死如意的结果就是，要么谭明凯跟我一样，用死去收获一个女人，要么他就会记恨你一辈子，让他永远活在痛苦和愧疚里，年年去祭奠一个女人。你是想劝我放过如意，成全她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如果你还坚持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去童家，而且我可以帮你啊，我也可以帮你置如意于死地。不过这么一来，你就变成杀害如意的帮凶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坚持，我就是希望我儿子能够做个比他父亲更响亮的男人。身为男人呢，谭明凯已经比他父亲强100倍了。经过了那么多事情，我看得出来，谭明凯他是一个可以为情活，也可以为情死的人。可我怎么跟童家交代呢？不交代就是最好的交代。童家的人对如意恨之入骨，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都怪我为了一块石头，害了我的女儿。为什么童老爷说，耀东临死之前告诉他，是阿康拿走那块玉佩呢？这就叫仇恨呐！仇恨让童家的人失去理智了，谁帮着如意，他们就恨谁。再说，童耀东的为人，你们不是不知道，他就是死也会拖着人下水的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帮如意洗脱罪名。除非锦华自首。你们想想看，要是锦华自首了，童家的人不会把他送进大牢，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锦华姐是个善良的女人，她一直都很同情如意的。我想我去跟她说说，她会帮如意的。叶子小姐，这件事儿就拜托你了。九叔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就希望每个人都是平平安安的。对了，明凯，要是你的母亲再以死相逼，你怎么办？少爷，我想夫人八成是知道你去童家的事了。一会儿你见着她，别跟她吵，顺着点的，啊。你放心，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最坏的打算，什么意思啊？哟，夫人来了。夫人，少爷可是等你们半天了。你先下去吧。妈，我想你应该全都知道了吧？你想告诉我什么？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。我知道你对我很愤怒、绝望，甚至会再次把我软禁，或者以死要挟，无所不用其极的来逼我放弃如意。你说的对，该用的办法我都用了。我只想知道，那个女人到底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，让你一而再的干出荒唐事。跟无辜蒙冤相比，到底谁更荒唐？为了那个女人，你可以连你妈都不要。我求求你不要再用死来要挟我。这个世界上，死是最容易的事情。你已经做出决定了，对吗？对。当如意命悬一线的时候，我不会再受任何人的威胁。为了他，我可以放弃一切，甚至我这个少东家的地位，变得跟他一样，只要他能幸福。
已经把你妈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。好，我不逼你，我可以不管你娶不娶思若，但你要娶的人绝不能是如意。没想到他也有今天。你还恨他吗？我就是靠着对他的恨，才打拼到今天。原来你和我一样，都是为了复仇。当一个人想要征服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一生啊，就变成一场对决。但是义父，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对手，就是佟老爷。他还抓着阿康拿走玉佩的事情不放吗？对，本来今天我们已经达到目的了。谭明凯为了救如意，差点就和佟家反目成仇。但是佟老爷放出话来，他说就算是倾家荡产，也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。我担心的是，如果他真的大张旗鼓去查，那么谭明凯、谭夫人还有如意，迟早会怀疑我们的。简单，就把这块玉佩物归原主啊。物归原主。既然我们已经查清楚这块石头的来历，那现在也只有让这块石头重新出现在梅老九、云霞还有魏大夫的视线里，才能一石激起千层浪。稍等。明凯，你这是要去佟家吗？你怎么不问我要去哪？妈，你也要去佟家？既然我儿子能为了如意不惜一切，我这个做妈的只得替我儿子去求佟家放人，去向佟家赔罪。我们一起去。我惹的事情，我自己担着。六爷，单凭这块玉佩，只要张局长您反将害死佟耀东真凶的帽子扣在锦华身上，洪家自然会放了如意。六爷如此安排，是给佟家有仇吗？那个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原来六爷真是要灭的是谭家。事成之后呢，会让你如愿以偿的高升到上海警备厅。多谢六爷提拔，在下万死不辞。别死，死了之后怎么封官进爵啊？是。啊，夫人来了。哎呀，哎，谭夫人呢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来，请坐。赵老爷，佟夫人，我今天来是替明凯求你们一件事。秀杰呀，瞧你这话说的，明凯做的事再糊涂，咱们也是一家人，你但说无妨。婆婆，你有什么难事您就说吧。求你们放了如意吧。秀杰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明凯，是你逼婆婆的，对不对？谭明凯，你这是痴心妄想。我告诉你，如意我不能放，思若你必须娶。那么，我也只有一个选择。讲。思若我不会娶，如意，我必须要带走。岂有此理！你们也看见了，他心意已决，我已经拿他没有办法了。我这个做母亲的，只好替他向你们赔罪。妈，我做的决定由我自己来承担。如果你们一定要一命偿一命才能满意，那么由我来。只要你们放了如意，
还给他一个清白。谭明凯，我原来是怀疑如意勾结外人，害死了我的儿子。我现在怀疑你和如意一起害死了我儿子。汤老爷，你可不能这么说。明凯他不可能害人的。好，好啊，你等我掌握了有力的人证物证，我就让他跟如意一起赔我儿子的命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爹，娘，耀东的死真的和如意无关。你们就看在耀东爱了如意一场的份上，放了如意吧。绝不！谭明凯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管如意是不是清白，越是这样，我越不会让她好过。伯母伯父，很对不起，我的行为可能伤害到你们，但我还是要说，请你们容许我跟思若退婚。叶子，锦华，我娘被气得晕倒了，我只能出来一会儿。出什么事了？思若和谭明凯已经彻底反目成仇了，现在两家势如水火，恐怕这一切责任都要如意来承担了。锦华，在这个时候，咱们一定要跟如意站在一边。既然他跟谭明凯相恋，已经不再是秘密了，要是没有人帮他们的话，就等于把他们往火坑里推。就算你不找我说这些，我也会帮如意的。锦华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好人。要是你，为什么要帮他们呢？因为爱情吧，因为我也是活在爱情里，所以我不想看见这一对真心相爱的人被拆散。将心比心，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幸福。我眼瞅着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，而且爹已经认定是如意勾结阿康盗取了玉佩，现在甚至怀疑谭明凯也一起谋害了耀东。他凭什么这么说？有证据吗？爹说，反正他会人证物证俱在。义父，证人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了，锦华已经答应了叶子，说会承认自己杀了童耀东，所以这次童家必须放人。做得好啊！童家万万想不到，连自己人都不会替他们说话。爸，你告诉我一句实话，到底是不是阿康从童耀东身上把玉佩拿走的？我没有。童老爷这么说的时候，我认为他是情急之下的诬陷，可是后来锦华也这么说，我就开始怀疑了。童耀东的话能相信吗？我跟秋兰哥赶到的时候，玉佩已经不在了。可是，在你们的设计之下，已经出了这么多的事儿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们？叶子，听听看你说的是什么话啊？宁可相信他人一面之词，也不相信自己人说的话。可是童老爷说的很肯定。叶子，叶子，童耀东是什么人，你不知道吗？他就算是死，也会想办法把我们所有的人统统拖下水的。大小姐，你要是真相信了童老爷的话，才是真中了计。思若，好歹你也吃点东西吧。
绝对不会让你受到如此大的屈辱。我决定退婚，但是我要让所有算计我童家的人付出代价。代价？我的代价是我一辈子。思若，思若，你要坚持，要坚持。我坚持下去，我能得到什么？不要再哭了，爹发誓，即使我倾家荡产，即使我豁出老命，我也一定要拿到有力的证据。害死我儿子的人，死无葬身之地。魔法师，这不是我自己吗？反手为云，覆手为雨啊！六爷，怎么样？按照约定，张局长明天会去缉拿如意。好，坐。阿康习惯站在您的身边。不，你应该坐在我身边。恋人，你是我的恋人啊！坐。看，跟了我那么久，你应该知道我对你的期望啊。虽说邱郎是我的医子，但你却是我的眼睛、鼻子跟嘴巴。阿康明白。好，那童老爷呢？可能会来找你。不管他有没有证据，他这么闹下去也是个祸害。那您的意思是？看着天注定啊！死神？您是想去找我吧？阿康，我想跟你做一笔交易，我要用我童家全部财产，换一个真相。真诱人啊！说吧，想知道什么？是你从我儿子身上拿走了那块玉佩，对吧？对。为什么？因为玉佩关系到谭家一个秘密，与你儿子的死无关。但有一点你猜对了，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包括设计如意嫁给童耀东，包括怂恿谭明凯为了如意打上你们家，还包括今天如意将被警局羁押。我甚至还可以告诉你结果，警局一定会放了如意，而你女儿的下场可不怎么光鲜了。我还可以告诉你，童耀东、谭明凯还有如意都是棋盘上的棋子，只不过第一个出局的是你儿子而已。你的意思是，谭明凯和如意都是无辜的？对，错就错在他们相爱了。高秋朗和你都是什么人？帮人下棋的人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帮人复仇。可我们和你们无怨无仇。你错了，童家只不过是谭家的陪葬而已。谭家，即便你今天不跟我做这个交易，你们童家迟早也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我要让你们杀人偿命！哼，童老爷，是得有人死，但不是我，也不是如意，是你。今天本该是我和明凯成亲的日子，真是个好日子。所有的事情都该有个了断了。
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我佟思若不能为了跟你置这口气，搭上整个佟家。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寄予厚望，儿子不孝，对不起。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如意死。我现在就要去警局，因为今天是如意最后的判决，也是我最后的希望。谢谢妈的成全。谭佟两家可就此完。爸，一切准备好了。要是那个佟老爷还咬着不放，我们怎么办？车到山前必有路啊，没有了路，也会有人开一条的。六爷，秋兰，该你上场了。好。各位，今天请大家到警察局来，是为了了解佟少爷的案子。你们承诺提交谋害佟少爷的凶手，我今天该抓谁呢？啊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如意呀！不是如意。锦华，你不要在那儿胡说。要不是这个女人居心不良的设计和歹毒，我们家耀东不会死。可是耀东的确是自杀。大少奶奶，你说这些都没有用。佟耀东已经埋葬，我只能按照宪法办事。我不管捅死佟少爷那股劲儿从哪来，总之谁握着那把刀，谁就是凶手。我自首，是我握着那把刀。锦华姐，嫂子，你为什么呀？锦华，你是我们佟家的少奶奶，耀东现在尸骨未寒，你就这么向着害死他的凶手在这胡言乱语？你到底是什么居心呢？你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娘，我可以跟耀东一起去死，您怎么处置我都行。好，既然大少奶奶自首了，那证明如意无罪。佟夫人，我觉得现在是时候还如意一个清白了。等等，那玉佩怎么解释？我哥亲口告诉我爹，是如意勾结阿康，偷走了我哥的玉佩，他逃脱不了谋财害命的罪责的。各位别着急，这块玉佩是赃物，现在已经追回，应该是物归原主，也可以证明佟耀东落崖并非如意谋财害命，那么强取之说它就不成立了。张局长，到底是谁偷了我的玉佩？小叔，您别着急，玉佩的事儿，张局长会查清楚的。哼，我看这事不用查了，我可以断定，这件事情害死耀东的凶手就是如意、高秋老和谭明凯，他们三个人结伙抢劫，他们一起谋财害命。那证据呢？我爹就是证据，他能够证明是如意纠结了高秋老、谭明凯，害死我大哥。佟老爷现在在哪里？他马上就来。佟夫人、佟小姐，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。我们断案判决，不能只听你们空口来说，这个案子不能再拖下去了。既然如意无罪，那就应该释放。现在你们有两个选择，要么你们佟家放弃追究佟耀东之死，要么立即收押景华。
局长，局长，湖边发现一具死尸。谁？是佟老爷。老爷，老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今天早上出门还好好的，这会儿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老爷，你醒醒啊！老爷，你叫我们以后孤儿寡母的怎么活下去啊？思若，为什么？你们连我爹都不放过！这桩命案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。董夫人，请节哀。老爷呀，老爷！刘爷，一切滴水不漏，放心吧，刘爷。张局长那边还是会按照佟老爷丧子失望自杀定论。最后，我们还是拿着锦华，逼着佟家放人。好，这佟老爷一死，两家就彻底变为世仇了。回来啦，秋兰哥，佟老爷死了，做过什么吗？我只不过做了一件你不愿意做的事儿。我也不愿意杀人，更不愿意让你争了官司，但总得有人把手弄脏吧。佟老爷是无辜的话，就把他给开了。开！告诉你，打从你出生那一刻，全身都是血，你就不干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要学的事情还多着呢。李峰，一定要这么做吗？但是我不想这样。好，那两条路你挑，要么去告发，说出真相，但这样同样改变不了什么。只会让自己更脏，要么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。人心本是痴，不悟不成佛。
不疯不成魔。你注定成不了佛，那你就做魔吧。已经2条人命了，你怎么就不保佑好人？我相信警局一定会把童伯伯的死调查清楚，以告为他在天之灵。这还用调查吗？如果没有如意，童家不会这样。你现在已经把谭家变成害童家家破人亡的凶手了。经过现场勘查，还有证人的证词，一切迹象表明，童老爷的死因是因为丧子心痛才投湖自尽。可现在说不通，如果他是自杀，是为丧子之痛，也不应该等到这个时候啊！谭明凯，你凭什么怀疑我办案能力？明凯，别着急，让张局长把话说完。至于童耀东的死，警华已经招供，此案与如意无关。童小姐如果再追究的话，那我就只好给锦华定案了。不要，你们不要追究锦华的过错，我愿意承担。你们所有人串通一气，把戏演到了这个份儿上，我算是看清一切了，看清了你们所有人的真面目。如意，你赢了。童小姐的决定是？我能决定什么吗？放人是吧？谭明凯，就算如意没有杀人，她也是我们童家的女人。放她走，没那么简单。如果你敢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把如意带出我们童家的大门，我就给她一纸休书，放了她。我敢。你别答应的那么轻易。要走出我们童家的大门，就得按照我们童家的家规来。至于他能不能走出去，就看他如意的命了。不愿意。你说什么？你让明凯带如意走？明凯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思若呢？婆婆，我都已经放手了，您何必抓着不放呢？思若，你们家的事情我也很难过，可在这种时候，我们谭家绝对不能做出不仁不义的事。我想去看看你母亲，跟人再讨论讨论你们的婚事。谭家的人以后不能进入童家半步。婆婆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您婆婆。明凯，妈求你了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如果你真把如意从童家给带走了，那就意味着咱们谭家身败名裂了。我将来怎么去见你爹，怎么去见列祖列宗啊？妈，我谭明凯这辈子的妻子只会是如意。你这个孽子！我没你这个儿子，我和你断绝关系。您别这样了，他已经铁了心了，我也死心了。不，思若，
你才是我们谭家唯一的媳妇儿。他如果明天真要那个女人，我就不要他这个儿子。思若啊！童小姐，您能高抬贵手，我替九叔还有少东家谢谢你。谭明凯，你必须让所有人知道，是你和如意背信弃义离开童家。我既然答应了，就不会反悔。如果你还对我心怀愧疚，就应该把最后的尊严还给童家。一言为定。六爷，不错啊，所有事儿都处理得很好，我没白疼你啊。你让他用枪指着我，难道我阿康的命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值钱吗？这女人，我说过，你对于我来说啊，就是我的眼睛、鼻子、嘴。现在，我要你成为我的双手。所有人都是棋子，包括高成长在内，而你，就是帮我下棋的那双手。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坐。谭童两家从世交变世仇之后啊，谭家将会坍塌一半，而我将成为力挽狂澜之人。从明天开始，一场比多年前还要惨烈的好戏，它就要拉开序幕。阿康，你要做的事儿多了去了，啊？六爷，我来。少爷，少爷，你可想好了，离开这个家，再要回来可就难了。魏叔，不用再说了。老五，走吧。咱们这个家到底是怎么了？先是耀东死了，现在又是爹，一切罪孽都在我就不该交如意这么一个朋友，都是我引狼入室。思若，你别这么想。你为了换我回来，放走了如意，娘知道吗？我哪敢再刺激娘啊！她已经几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见人了。思若，为什么放了如意？我要换回嫂子，家里不能再少一个人了。放了她，我们就真的一败涂地了。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答应你爹的吗？娘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对，我把如意放了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如果谭明凯娶我是为了放如意，那我就算得到他的人，他心里始终装着别的女人，那我的后半生就跟嫂子一样，没有爱也没有希望，我别无选择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童家要遭受如此大的灾难呢？哎，你们说这谭家大少爷真的会带着那个女人吗？这谁知道啊？堂堂的谭家少爷，竟然和童家的小老婆勾搭上了，这真不知廉耻！不要脸！看好戏吧！不要脸！不要脸！这种，来就他，就他，真是，哎呀，勾搭人家小老婆，真的。如意，今天你能不能活着走出童家，就看你自己的命数。都给我听好了，给我照死了打！是。人生若只如初见，我愿意牵着你的手，就算死亡，也不能把我们分开。这一刻，静静静地抱着我，在哼一首我喜欢的歌。可惜缘分注定这样的结果，不是谁的错。不明白爱情到底是什么，像雨中的花慢慢飘落，最后老去枯萎，只有寂寞静静地陪着我。我爱的只有如意。心里好难过，眼中的泪悄悄地滑落，有点舍不得过去那个我，只会傻傻的笑听你说。如意，有点舍不得，心里好难过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可以放弃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因为我爱你。除了你以外，我心里面什么都没有。能给你幸福，给你自由，这是我唯一的信念，你知道吗？不明白爱情到底是什么，像雨中的花慢慢飘落。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的错，你要打要骂，我谭明凯受了，但是我请你放了如意。你看，明凯会不会放弃了，不去童家接如意？你别想那么多了，接下来不管如何啊，有办法解决的。他心里还是在乎我这个娘的，对不对？夫人，怎么样？夫人，少爷带着如意走了。造孽！真是造孽！今天明凯公然的带走了如意，从此我们谭家人一定受到所有人的唾弃。两家反目了，童家一定会撤走那一半的秘方，还有股份。谭家基业，我开始保不住了。夫人，您别担心，一切总会有办法的。除非我说到做到，永远不再认明凯这个儿子，也许才能保住谭家不倒。放心了，有我在，谭家不会倒的。
资金不是问题，我即便是倾家荡产，我也会帮你。但是，这一时的帮助也不是长久之计啊。小姐，我看你不如你试着去接纳如意。不可能，我绝不让这个女人踏进我们家大门。不过我还是谢谢你，你现在是我唯一相信可以帮我的人。明凯，别担心了，我给如意找的医生都是最好的。谢谢。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吗？如果如意想留在乌察镇，我也陪她留下来，面对一切。但是如果她想离开这里，我会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。当然，还有九叔和老五，我们一起走。谭少爷，我不能离开乌察镇。九叔，为什么呀？这乌察镇有什么让你放不下的呀？是不是因为那块玉佩啊？九叔，那东西有那么重要吗？我和叶子说过，那块玉佩是我另外一个孩子的信物，他对我太重要了。医生啊，他情况怎么样？药已经换过了，病人现在身体很虚弱，需要在住院治疗几日。目前没什么大碍，你们现在可以进去看他了。谢谢你。如意，对不起，我保护不了你。只是点皮外伤，要不是因为这些伤，我们也走不到一起，所以是值得的。谭少爷，如意这孩子从小就命苦，往后你一定要多爱护他。九叔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让如意再吃半点苦的。怎么样？还疼不疼？少爷年轻不懂事，您别跟他生气。谭家现在四面楚歌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。夫人，您放心，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的。那个叶先生不是答应帮咱们的忙了吗？有他的势力在啊，谭家很快就能渡过难关的，指不定他还是咱们谭家的贵人呢。可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，毕竟我曾经亏欠过他。到底还是自家人可靠啊。最亲近的人，往往就是拿刀子捅你心窝的人。最让我伤心的，还是明凯要娶如意。我知道这事拦不住了。难道这是我的报应？明凯，明凯，怎么了？明凯，我做噩梦了，我梦见你不见了，我找不到你了，明凯。
傻瓜，那是个梦，梦都是反的。我不是在这里吗？我不会离开你的。可是现在的生活对我来说就像做梦一样了，幸福的太不真实了，我害怕。不管是梦里面还是现实生活里面，我都不会离开你，我会一直守着你，保护你，真的。可是你这样的少爷，真的愿意跟我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吗？跟你比起来，少爷的身份根本就不重要。我只想跟我心爱的人做一对平凡的夫妻。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过的，真的。可是我们的幸福是建立在思若的痛苦之上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相信我。思若总有一天会原谅我的，一定会的。好了，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，所有的事情由我来承担。你现在要做的事，就是好好的养伤。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，我还要找个地方，我们一起生活。我以后呢，要赚钱养家，我们要一起煮饭，一起聊天，一起看书，一起散步，是不是？我不会让你这么辛苦的，我也会自己找事情做，帮你赚钱。我就知道我娶了一个很好的太太，但是赚钱这种事情还是由我来做吧。你只要做你喜欢做的事，你开心就好了，好吗？好了，继续睡觉吧，乖。睡吧。叶子，你早就知道梅老九有另外一个孩子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那个孩子早就死了，我是不想看见你再伤害任何人。你要走吗？能不能不走？我不走可以，但是你必须停止复仇，不要再做伤害任何人的事。哥，我们可以马上结婚，过没有仇恨的日子。没有仇恨的日子，没有仇恨的日子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遥远了。哥，只要你停止一切，我们就能过幸福的生活。我们会有一个家，还会有好多孩子，这不好吗？哥，难道你真的要让复仇毁了你的一生吗？就算你真的复仇了，你的心里真的好受吗？哥，哥。真要走的话，我送你。六爷，这下边的戏该怎么唱啊？如意加入谭家之后啊，我会离开。你要做的就是打压谭家，从舆论到茶园，有茶叶的运输，
给我狠狠的打。明白。要逼着谭夫人把谭家的股权给我让出来。六爷，怎么了？大小姐要走，走不掉的。的时间，把你找回到我的身边，我要好好的补偿你，补偿我对你的伤害。六爷，我想去码头，把大小姐接回来。我知道你喜欢叶子，但她的心在邱朗身上，你带不回来的。可是，我问你，如果叶子去上海的话，你怎么办？我就跟她一起走，她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哪怕做她身边的一条狗。我女儿，我了解她。义父，回来啦。哎呦，爸，人走了，心留在这儿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陪着秋朗，爸放心。走。哎，阿康，等我把行李拿进去。好啊。漂亮啊！看来秋朗啊也该改口了，不能再叫我义父了。怎么样？想让爸送你什么大礼啊？爸，你能送我的大礼，就是让秋朗哥撤出无茶镇。爸没法替他做主啊。爸，你难道不希望我们幸福吗？当然希望你们幸福啊。可是天天生活在仇恨之中，就算结了婚，又有什么幸福呢？爸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被你利用的，都是些善良的好人，他们是无辜的。最近，秋朗哥天天都睡不好觉，我知道，他一直生活在善良和仇恨的矛盾之间。
做我叶海山的女婿啊，那就得跟我一样，失去了什么就得要回来。如果任人欺负，有仇不报，那以后怎么继承大业？怎么统领16部码头、几十家商会？所以，不管是为了复仇，还是有别的目标，是男人就要提着命往前跑。这点，就让他应该明白。可是爸，谭夫人因为他的一念之差已经得到了报应，您该收手了吧？那是他的原罪，她就是那么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不是什么一念之差。好，爸现在如果放过她的话，那对秋朗来讲就不公平了。叶子，你爸现在和你的未婚夫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，你想站在和我们对立面上吗？当然不想。那你就成为我们的助力，不要成为我们的阻力。还疼吗？青花姐，你这次来看我，思若他们知道吗？我是背着他们偷偷跑出来的。自从爹走了，娘的精气神也塌了，整天抱着爹和耀东的灵位，家里没有了主心骨。这一切都是思若在强撑着，可谁都看得出来，再这样下去，思若也离崩溃不远了。都怪我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也没想到会变成今天这样。事情发展到了今天这步，哪还说得清谁对谁错？童家欠你的也不少，你就别再自责了。明凯，雪华姐，你来啦。你也来了。如意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啊？好多了。有一个真心疼爱你的男人是福。我先走了，你们别怪思若，如意是伤在了身上，可思若这回是结结实实的伤在了心里。明凯，我觉得锦华姐说的对，我们这次确实伤害了很多人，不仅是思若，还有你娘。你回去陪陪她吧。我了解我妈的脾气，我等她气消了，等你好了再说吧。我怕你一直不回去，她就会越来越生气的。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她一定很惦念你。我是怕她见到我会火上浇油。这次她承受的一定不比我们少，就算她有所怨恨，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我不想因为我更加破坏你们母子关系。好好好，我答应你。这样吧，你让我再陪你一天，要不然我不放心。那说好了，明天就回去。老爷，耀东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没能替你们报仇，请你们别怪我。以后黄泉路上，我会再跟你们赔不是的。娘，你又在念叨什么呢？都一天没吃东西了，来吃点吧。
我不是，我一直不明白，我们童家一向积德行善，问心无愧，我们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？难道老天爷你就真的不开眼呢？老天爷开不开眼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爹和哥不能白死。思若，现在就剩下我们娘3个了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就算童家只剩下我们3个女人，也不会任人欺负的。他们欠我们的，我迟早都要讨回来。锦花，你今天去哪儿了？谭明凯呢？他是不是一直守着如意，还给他喂药擦拭，像个丈夫一样？思若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他们已经在一起了，不管什么都不重要，你又何苦为难自己？再说如意，她不是真的有心要伤害你，她还托我来给耀东和爹上香。上香？锦华，你到底是谁家的媳妇？你竟然在老爷还有耀东的牌位前面，你竟然讲那个女人的好话！娘，如意知道咱们家的情况，她也很难过，也很自责。她还让我跟思若说，她也对不起思若，也很对不起童家。就算千错万错，好歹什么？一句对不起就一了百了了？你去告诉他，我们童家的血债，我一定要他们偿还。小郎，义父，我怎么从你脸上看到一些以前看不到的东西啊？什么？回忆。我知道啊，你最近跟谭明凯培养了很深的情感，甚至包括谭夫人，对吧？我要是跟您说了心里的话，你会失望吗？你已经让我失望了。不过，我愿意听你的倾诉，因为我是你父亲。义父，从小我就有一个习惯，我什么都不相信，怀疑一切，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情感。但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和谭明凯相处了这段日子，他身上的阳光、善良，对如意的爱，还有对我毫无保留的相信，我觉得很汗颜。汗颜？